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首先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新频道学史 Plus 已经上线了。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今天我将介绍加藤俊德先生所著的《超过50岁仍然能使大脑年轻的生活方式》这本书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脑力并不会有太大变化，甚至在大学毕业后和超过50岁时，脑力仍然保持稳定。现代人往往认为退休就意味着人生的终结，但这种观念需要立即改变。退休后仍然有一个脑力持续成长的人生等待着我们。实际上，退休后是第二人生的开始。如果认为人生即将结束，脑力也会停止成长。相反，我们都应该意识到，人类的大脑无论年龄多大都能无限成长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80岁仍然能够使大脑年轻的5个秘诀；第二，80岁仍然拥有年轻大脑的人每天都需要吃的食物。现在我们立即开始第一部分的内容：80岁仍然能够使大脑年轻的5个秘诀。当我们看到镜子时，发现脸上出现了皱纹，同时感到上楼梯变得很费劲，这通常发生在大约50岁左右。随着身体的衰老，记忆力下降严重，甚至无法记住别人的名字，这可能是许多人都有的感受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扰，我强烈建议您尝试实践本书中介绍的超过50岁仍然能够使大脑年轻的秘诀。加藤先生在书中提到，即使年龄超过50岁，只要我们调整心态、努力和善用大脑，它就仍然能够继续成长。如果大脑继续成长，第二个人生将变得丰富多彩。所以，当您达到50岁时，请以重新变为0岁的心态来促进大脑的成长，享受第二个人生的美好。正如大家所知，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延长，据说日本人的寿命将达到100岁。在这个时代，虽然人们的寿命延长了，但学校和社会并没有教给我们如何健康地度过80岁以上的秘诀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去获取这些信息。本书中包含了这些答案。只要您坚持实践今天我介绍的内容，您的大脑就会成长。预防老年痴呆，使大脑年轻化，拥有健康的人生。也许大家认为大脑并不会有太大变化，但通过坚持充分利用和激活大脑的习惯，大脑无论是80岁、100岁还是任何年龄都能够成长。这是大脑专家所说的。大脑就像肌肉一样，如果锻炼，无论多大年纪都能够强壮成长，因为它们是一样的。只要我们坚持锻炼和激活大脑，就能像肌肉一样在死亡之前不断成长。不积极使用大脑的生活不仅会导致大脑老化，还会导致身体老化，这是我们应该避免的生活方式。正如大家所知，我们的大脑认知功能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。现代人似乎认为退休意味着人生的结束，但是如果持有这种观念，人生确实会结束。我们的心态和心灵对现实结果有着巨大的影响，这是心理学研究所证实的。因此，如果您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结束，那么确实会结束。如果您认为自己的大脑不会再成长，放弃了，那么您的大脑将停止成长，步入老化的道路。因此，绝对不能认为人生已经结束。顺便说一下，与女性相比，男性似乎更难享受退休生活。男性在50岁之后，特别是在辞职后，似乎无法享受退休生活。研究表明，男性的大脑比女性的大脑更不健康，这是因为许多男性一直专注于工作，年轻时就过着工作为主的生活，然后迎来退休。这些男性的大脑只专注于公司员工的专业知识，这种大脑在工作方面确实很活跃，但在其他方面，例如兴趣爱好方面，功能较差。结果退休后会变得无精打采，最糟糕的情况下，甚至可能患上认知症，非常危险。有一句谚语说：结局好，一切都好。
即使年轻时只专注于工作，并经历了许多困难，如果在50岁之后的人生变得美好，那么这个人生就是美好的，是令人满意的人生。因此，特别是男性，要注意享受50岁之后的人生。但是，一旦超过50岁，情况就不同了。大脑衰退严重的人患上认知症的几率显著增加。如果继续让大脑成长，进行认知训练也可以远离认知症。那么，具体应该怎么做呢？首先，作者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应该以女性为榜样，她们比男性活得更久，并且无论年龄多大都保持着活力。与专注于工作的男性相比，许多女性在家务和育儿的同时也在变老。这些女性与男性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，她们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时尚非常关注。另外，女性在社交和人际交往方面也更加活跃，通过与他人交谈来收集信息，进行社交脑旅行和传播脑旅行，同时也激活了大脑。因此，退休后的男性，当然也包括30、40和50岁的男性，应该从年轻时就采纳女性的生活方式，延缓大脑的衰老。这是作者所提到的重要观点。做家务如烹饪和清洁也是不错的选择，与邻居交流也是好的。人的大脑在社交孤立时必然会退化。退休后，如果失去了工作中的人际关系，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所有人际关系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年轻时就应该花时间建立除工作以外的人际关系。接下来，我将告诉你一些可以立即开始的方法，来使大脑年轻化。作者参与了分析、诊断和治疗超过1万人的大脑 MRI 图像，并得出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大脑以及如何锻炼大脑的秘密技巧。以下是使大脑发生巨大变化的5个秘密方法：1. 从50岁开始创造人生回忆；2. 每月设立宽容日，原谅一切；3. 使用谷歌地图进行大脑旅行；4. 停止与讨厌的人交往，不做讨厌的事情；5. 前往大脑的力量之地。那么，现在我们来解释第一个秘密的方法：从50岁开始创造人生回忆。现在，请问一下大家，是不是有正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人呢？随着年纪增长，生病后很难正常活动。在那个时候，您最后会想起什么呢？回想起自己的人生，您会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在过去的人生中，无论您赚了多少钱，取得了多大的成功，担任了多高的职位，您绝对不会考虑这些。最后，你会想起的是与家人和朋友度过的宝贵时光，快乐的回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可以说，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创造回忆，因为最终留下来的就是回忆。我们无法把金钱带到天堂，地位和权力再高也没有意义。您宝贵的快乐回忆是集中在人生的前半段还是后半段呢？作者的快乐回忆主要集中在人生的前半段，大部分是在家中度过的15年时光，之后离开家，成为高中生、大学生和职场人，直到50岁。这35年的时间中，回忆排行榜前10名中只有家中的回忆。然而，这只是100年人生的前半段15年的回忆，剩下的85年几乎没有太多快乐的回忆。即使超过50岁，我们的人生仍然会继续。60、70、80岁还有更长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必须让人生的后半段也变得快乐起来。一旦超过50岁，我们就必须开始创造快乐的回忆。因此，作者强调从50岁开始创造人生回忆，以保持大脑的年轻状态。例如，作者与父母一起在新舄县的弥彦山的绝景点拍照，观赏从山顶上日本海中落下的夕阳。虽然看起来很朴素，但这些都是作者在50岁后获得的最珍贵的回忆。即使是看似平凡的事情，我们也能够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到意义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够明确自己在人生中未完成的事情，以及未来想要做的事情。这将成为我们余下人生的指南针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不仅仅专注于年轻时的回忆，而且要意识到创造人生后半段的回忆。此外，我们也知道，
回忆会增加幸福感。当幸福感增加时，积极情绪就会涌现，我们的大脑也会更好的工作。所以建议大家从50岁开始，尝试挑战新事物。通过挑战新事物，我们可以创造回忆，并通过好奇心刺激大脑的前额叶，给大脑带来良好的体验，保持大脑健康。此外，对于退休后的生活，建立人际关系也非常重要，与重要的人共度时光。我建议大家重新审视自己的人际关系，花更多的时间与那些您觉得与之相处愉快、重要的人一起度过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解释第2个秘密的方法：设立每月1次的宽容日。现在听到这个，大家平时是否都在压抑自己的欲望？生活中是否都在自我限制中？或者可能并不觉得自己在压抑欲望，但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无意识地将自己限制住了。长期以来，持续限制自己会导致动力下降，容易失去对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追求。最糟糕的情况下，会对现状妥协，变得无精打采，这是大脑自由被剥夺的状态。因此，作者表示，有时候需要给大脑自由的机会。持续压抑自己的欲望会增加压力和焦虑，会导致对自己产生消极的思维，减少满足感，产生各种不良影响。因此，设立每月1次的宽容日，让自己只顺从自己的欲望生活1天，释放自己一直压抑的想法，例如吃想吃的东西，买想要的东西，忘掉工作，专注玩乐等，只顺从自己的欲望生活1天。实际上，经常压抑自己的情绪和欲望，它会加速老化的进程，导致自己动力下降。因为动力下降会导致运动和身体活动的减少，结果是肌肉和骨密度下降。我们也知道，动力下降会导致认知功能下降。此外，意志力下降会增加患上压力和抑郁症的风险，也会导致社交减少。当年纪渐长时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意志力下降。因此，拥有对事物产生兴趣和满足欲望的愿望，对于让自己充满活力至关重要。定期设立每月1次的宽容日，度过1天来重新确认自己的欲望，尝试放松限制自己的规则，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恢复。我希望您能尝试享受放纵和精彩的1天。顺便提一下，即允许自己在规定的时间内自由享受平时禁止的高热量食物、零食和饮料的日子。一般建议每周或每月设立定期的宽容日，这对于继续坚持节食和健康饮食至关重要。长期限制饮食可能会导致压力、食欲不振和不满足感等问题，而通过定期设立宽容日，可以缓解压力、满足食欲，使身心得到恢复。此外，宽容日不仅对节食和健康饮食有益，对整个人生也是有效的。我们可以保持对平时的节食和锻炼的动力，因为有了期待和乐趣，我们可以更好地朝着长期目标努力。我们也可以在心理上得到放松，消除压力，享受快乐的事物来治愈心灵。可以将宽容日理解为释放平时压抑的欲望的一种方式，总体上提高效率。我希望大家都能采纳这样的思维方式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解释第3个秘密的方法，是用谷歌地图进行大脑旅行。据说，作者在新西县的故乡，这个像陆地上的孤岛一样的乡村，每天可以欣赏到美丽的佐渡岛景色。作者在那里感受到了它的壮丽，也在那里成长。不仅是陆地，海洋和偏僻的地方也有很多存在于世界上，虽然可能有一些难度，但前往这样的地方探险无疑会刺激大脑。希望大家能够前往这些美丽的偏僻之地。因此，我推荐使用谷歌地图进行旅行。谷歌地图不同于普通的地图，它还有一个街景视图。您可以通过全景照片在世界各地的道路上观看风景。点击前方可以向前移动照片，点击右侧可以转向，就像实际访问那个地方一样，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这样的脑旅行对预防认知症也是有效的。此外，在谷歌地图上进行大脑旅行之外，现在 YouTube 上有很多关于陆地、海洋孤岛和世界遗产等各种视频。通过观看这些视频，
您可以体验到实际旅行的感觉，激活您的大脑，特别是充满自然美景的地方，真的让心灵感到宁静，也能获得缓解压力的效果。我希望大家在感到疲劳或压力时尝试一下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解释第4个秘密的方法：停止与讨厌的人交往，不做讨厌的事情。作者特别强调，特别是超过50岁后，选择与谁交往、从事什么工作也非常重要。当然，我们的人生中总会有一些必须做的事情，所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让人兴奋或愉快。但是作者指出，与讨厌的人交往或做讨厌的事情，特别是在50岁以后，对整个大脑和身体的健康都不利。当然，在年轻的时候，为了学习人生，我们可能需要忍耐与他人相处，抑制自己的意见，融入社会，妥协生活。但是超过50岁后，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，只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认为50岁之前的人生是接受一切的人生，那么超过50岁后，我们应该将生活切换到不浪费时间在讨厌的事情上的人生。因此，超过50岁后，应尽量与没有道德心的人或会给我们带来压力的组织保持距离，摆脱人际关系的压力，或者只是采取不与讨厌的人交往的心态，就能让内心的烦躁感消失，大脑也会变得更加活跃。我希望大家对自己目前的人际关系、日常行为或工作等进行排名，将自己认为重要而珍贵的事情排在前面，并优先处理。通过这样做，你会发现从50岁开始的人生会更加充实。同时，也请对自己必须做的事情进行排名，并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排名较高的事情上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解释第5个秘密的方法：改变常去的店铺。您是否经常去同一个熟悉的店铺呢？当然，去常去的店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安心感，但大脑却没有受到刺激。相反，探索新的酒吧或餐厅会给大脑带来巨大的刺激，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。特别是对于喜欢喝酒的人来说，这既可以成为兴趣爱好，又能兼顾实用性。去不同的店铺增加选择，这对大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刺激，能够激活大脑。此外，不仅限于餐厅等食品店，去新的店铺或者去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，都是给大脑带来刺激的好方法。您可以去以前每天经过但从未去过的按摩店，或者去附近但以前从未去过的公园。无论是什么都可以，重要的是给大脑带来新的刺激。我希望您能尝试给大脑带来新的刺激。另外，不仅仅是新的店铺，改变通勤路线也是一个简单的方法。当工作结束回家时，故意选择不同的路线绕远路，或者在离最近的车站下车，然后步行回家。即使是这样细微的变化也是可以的。重要的是走不常走的路，去陌生的地方，绕远路，或者在离家稍远的车站下车走路。可能会让您觉得这样做有点浪费时间，但这种所谓的浪费对大脑来说是一种养料。此外，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中，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压力。在这种时候，作者建议去神社参拜，只需要不加思考的漫步，感受阳光照在皮肤上，不知不觉心灵就会平静下来。神社是一个可以安抚过度使用的大脑，让心情放松的地方。我希望您去神社不是为了向神祈求什么，而是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感激之情。您周围也一定有很多值得感激的事情，或者应该感激的人。感激之情带来了各种好处。双手合十，表达感激之情。通过这样做，您真的可以12秒甚至更多。在接下来的第2部分中，我将解释80岁时脑部仍然年轻的人每天都要吃的食物。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对大脑有益的食物，可以使大脑恢复年轻。现在让我们首先总结一下这些食物：1. 含有丰富磷脂酰胆碱的海产品；2. 保持外貌年轻的海洋恩赐；3. 具有强大抗氧化作用的鱼类；4. 溶解老化物质的最强油。现在我们将逐一详细解释每一种食物。首先是80岁时脑部仍然年轻的人每天都吃的食物。含有丰富磷脂酰胆碱的海产品
让我们从这一点开始解释。大家都知道，含有丰富磷脂酰胆碱的食物对预防认知症非常有效。磷脂酰胆碱是一种营养物质，被认为是活化大脑、预防认知症所必须的。根据九州大学的报告，摄取磷脂酰胆碱可以改善认知功能。世界上有很多含有磷脂酰胆碱的食物，但特别推荐的是扇贝。扇贝中含有磷脂酰胆碱，还含有被认为对大脑有益的 EPA 和 DHA， 可以有效预防大脑老化。此外，扇贝还含有对疲劳恢复有益的牛磺酸和天门多氨酸等成分，非常适合那些最近感到疲劳或一直感到疲劳的人。此外，扇贝还富含优质蛋白质，还含有锌、铁、维生素 B12 等矿物质和维生素。扇贝还含有抗氧化物质硒和维生素 E。我也想介绍一些推荐的吃法。首先推荐的是生吃，新鲜的扇贝可以直接生吃，可以作为刺身或寿司的配料食用。如果您对生食有些抗拒，可以将扇贝与牛油酱或蒜蓉牛油一起烹饪，享受丰富的风味。此外，您还可以用牛油或橄榄油煎扇贝，外表会烤得金黄酥脆，内部则保持着柔软的口感。加入香草或柠檬等调味料会让味道更加美味。接下来是能保持外貌年轻的海洋恩赐，即鱿鱼。鱿鱼除了含有磷脂酰胆碱外，还富含有助于保持年轻的维生素 E， 促进血液循环的烟酸，维持健康肌肤的锌等。鱿鱼还含有具有减肥效果和保护黏膜的维生素 B， 因此鱿鱼非常适合保持外貌年轻。所以大家可以尝试将新鲜的鱿鱼切成薄片，作为刺身食用，或者去超市购买现成的刺身，也可以将鱿鱼用于制作意面或煮菜。这些都是推荐的食用方式。接下来我们将解释具有强大抗氧化作用的鱼。除了扇贝和鱿鱼之外，我还要介绍另一种含有磷脂酰胆碱的食材，那就是具有强大抗氧化作用的鲑鱼。鲑鱼除了含有磷脂酰胆碱外，还含有粉红色的色素虾青素。这种虾青素具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作用，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导致衰老的活性氧的伤害，是一种非常出色的物质。此外，鲑鱼还富含 EPA 和 DHA， 对大脑有非常好的影响。鲑鱼非常美味，在超市等地也很容易买到。接下来我将解释能溶解老化物质的最强油。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优质油对大脑有益，其中对大脑非常重要的油是大家所熟知的 Omega-3 脂肪酸。这种脂肪酸存在于鲫鱼、鳗鱼、秋刀鱼等青鱼中的 EPA 和 DHA， 以及亚麻仁油和胡麻油中的 Alpha 亚麻酸。作者指出， Omega-3 脂肪酸是溶解老化的最强油。据说 Omega-3 脂肪酸可以溶解导致认知症的老化物质，如脑内的淀粉样蛋白贝塔。此外， Omega-3 脂肪酸也存在于大脑中，并在大脑信息传递时起着重要作用，可以活化突触和细胞膜的功能。它还可以提高大脑功能，减缓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 Omega-3 脂肪酸容易氧化，也就是说它对热敏感，因此在摄入 Omega-3 脂肪酸丰富的油时，需要注意不要加热，可以直接在沙拉或其他菜肴上使用。此外，需要注意的是，鲫鱼、鳗鱼、秋刀鱼等青鱼中的 Omega-3 脂肪酸也对热敏感，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生吃刺身。即使不擅长生鱼片，也建议尽量低温烹饪，以保持 Omega-3 脂肪酸的完整性。让我们迎接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方式，让大脑保持活力，快乐的生活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